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幸福到万家收视暴增，为人民服务是主因，罗晋赵丽颖不负众望。7月12日，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11日晚间的整体收视率酷云出炉，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方面双收视率破0.6%。当晚，该剧播出第23集和第24集。这部电视剧开播之后，酷云方面的收视率很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在0.5%，两家卫视均为此数字略微靠上一些。这部电视剧一度被认为进入到了收视率瓶颈期，然而11日晚间的整体收视率超过0.6%，峰值收视率已经超过0.7%，并且向0.8%进发。显然，幸福到万家突破了自己0.5%的收视率瓶颈期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收视高度当中。为何11日晚间的剧情能够获得观众收视率上的认可呢？这里边其实藏着所有电视剧工作者们都应该注意的现象和内容。在第23集之前的剧作内容当中，大多是误会式的叙事，和幸福家如何因为跟万善堂家有误会而出现一个接着一个的纠纷，甚至于和幸福夫妻如何因为跟万传家有误会而不得不进城，王庆来如何跟弟弟岳父有误会而如何郁郁不得志等等。诚如我以往剧评文章所言，这种误会式的创作方法容易造成剧情的絮叨和失真，是晚会小品才会用的创作技法。这样的误会式大量叠加，即使幸福到万家有罗晋、赵丽颖这样的扛收视的演员，也依旧会遇到收视瓶颈。但是从第23集开始，幸福到万家其实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叙事阶段，那就是真正的小人物的成长式和农民精神歌咏式当中。而且第23集和第24集的内容不再着力于对于所谓的农民劣根性的讽刺，而是把自己的叙事重点放在了对于小人物、小农民的热情歌咏上。这种歌咏是带来该剧收视率突然暴增的最重要原因，因为人民终于在这部电视剧当中看到了对于人民自己的歌咏。幸福到万家当晚收视率暴增的时间点是从第24集开始的。这个时间点上，为什么收视率突然猛抬头了呢？因为在剧情内容当中，几十位前来打官司的农民涌入到了方圆律所，见到律所漏雨之后，朴素的农民们没有嫌弃什么，而是帮助和幸福一起处理漏雨问题。有人帮着拖地，有人帮着接雨。这是什么精神？你为农民做一件事情，农民为你做100件事情。乃至于稍后的剧情内容当中，关涛一行3人律师去农村现场帮助农民朋友们打赢了苹果合同的案子，农民朋友们把关涛等人围拢起来，争抢着拉他们到家里吃饭。这样的桥段是整部电视剧最为有价值的地方，比之于该剧当中对于王庆来这种进城农民过分讽刺的内容，不知道要高明多少了。关涛帮助农民朋友打官司，站在了观众们的情绪点上。电视剧观众，尤其是客厅观众，要求朴素情感的表达，而不是对农民朋友过分的讽刺。而在律所当中值守的和幸福与跨国公司老总的交谈，则和关涛律师正在打的农民朋友的官司交相辉映。和幸福的台词当中提到了法律工作者应该不忘初心，为人民服务，不因为服务对象有没有钱等等。这些话语对观众是具备情感共振效应的。电视剧的高级阶段就是赢得观众的情感认同。关涛等人显然是不忘初心的法律工作者，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好律师，最终也凭借自己的质朴、善良和专业的法律工作能力而获得了300万元每年的大单。
对于观众而言，这个300万大单的剧情，显然是符合观众期待。淳朴善良的观众们就是这么朴素的情感需求，不能让老实人吃亏。像该剧早前让王庆来这种淳朴善良的老实人黑化，就必然让大量观众反感对立的类似。反观何幸福、关涛角色，其实也是因为他们为人民服务，所以才会成为非常出彩的角色。罗晋最早被老编记住的角色，不是他在偶像剧、古装剧当中的角色，而是在《江山如此多娇》这部电视剧当中的蒲全生角色。这便是一个地地道道为人民服务的角色。这一次，罗晋带来的关涛，身上和骨子里边的，依旧是法律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精气神。这是罗晋能够让观众记住的最重要原因。何幸福这边，可以说这个角色是赵丽颖真正能够被观众记住的角色了。即使赵丽颖的粉丝们对其早前的那些玄幻剧、偶像剧吹出大天去，那些也不过是过眼云烟。演员真正能够被观众记住的角色，断然是现实题材当中的质朴、善良的角色才是。幸福到万家当中，何幸福站在农民的立场上，一次接着一次地动员关涛等3位律师，不要忘记农民朋友的案件。要喝着农民朋友的腊肉粥，想着农民朋友的苹果案。这个何幸福的角色带着浓郁的人文气息，甚至于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息，朴素而浓郁的人民的视角和立场。第24集当中，何幸福这位朴素的农民和关涛讨论自己拿6万还是9万分成的时候，那股子质朴气，让赵丽颖站在了流量演员的演技巅峰上。角色成了，演员也跟着成了。幸福到万家能够收视率突破0.5%的瓶颈，凭借的便是这种男女主角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气息。罗晋和赵丽颖也会凭借关涛与何幸福角色而被更广大的观众们记住。反观该剧早前的误会式创作下的失真，对质朴农民王庆来的黑化令人气愤等等，这一次他终于步入正轨，站在了观众们真正需要的情感点上。